猎人追了我2个半小时，只为将我永久困在第3世界。好在我的背包里有禅院藤，这才不至于成为人参果。没想到我刚出狼嘴又入虎口，先解决2只最危险的苦力爬，随后回头反击。可朱琳打我太痛了，只剩3颗星了，背包里没有食物，又挨了一剑，我只剩1格血了。没有食物是最要命的。我将视线移到那一堆绿头蝇身上，它们的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我伺机击败一位绿头蝇，然后绕一圈拿到腐肉，随后补充完状态再回来。发现了一个残缺的下界传送门，背包里没有黑曜石，这就意味着我没法补全它。但是我还有一堆金块啊，全部换成金锭。接着找到朱琳大军丢给他们，这些财迷一看到金子立马就争夺起来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去猎杀更多的绿头蝇了。不一会儿金锭就被完全瓜分，基岩上散落着朱琳们换出来的物资，很好，10块黑曜石，让我看看有没有点燃传送门的东西，最好是给我来个火焰弹。很可惜并没有，我有33块沙粒，将它们尽数摆在地上，可有一只朱琳老盯着我，那我只好送佛送到西，顺手将其超度了，随后我就可以挖碎石了。等等，还是先把传送门修好吧。很快我就挖出碎石了，我还需要一些铁锭。刚才那一大堆僵尸怎么不见了？只好寄希望于面前的3只了，可他们都没有掉落铁锭。我极目眺望，结果连个僵尸的影子都没了。看来今天是得不到铁锭了，但我必须得点燃传送门才能离开这里。让我想想还能怎么办？对了，我可以召唤恶魂出来，包里还有56块黑石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非得逼着我把你料理了。我将所有的黑石都摆在基岩上，很快就刷新出一只朱琳，先将它送走。2分钟后恶魂出现，这可真是太棒了。我将它吸引到传送门这里，希望能借助它的火焰弹帮我点燃。可这家伙老是射歪，我也无法准确的反弹火焰弹到传送门上，真的是服了。恶魂又吐了3次火焰弹，随后直接摆烂不见了。大哥你别走啊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只能继续等新的大哥出现了。居然来了一只末影人，虽然它没什么用，但要是掉落了末影珍珠还是挺不错的。可我发现打不过它，只能落荒而逃。补充完状态将它反杀。这位施主力气太重了，都没掉落舍利子。换个办法吧，先造个工作台出来，接着做出2块 TNT。或许我可以做一个基岩粉碎机，将道具按这种形式安装好，再安放火板门和拉杆，然后启动拉杆，趴在地上。一声爆炸过后，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变，实际上大有玄机。活塞下面的基岩已被粉碎一个，但是下面居然还有一层。可我已经没有 TNT 了呀！末影人再次刷新，逃脱这里的希望也已燃起。超度施主取得末影舍利子，接着来到消失的基岩这里，对准角落扔出末影珍珠。随后我就来到了基岩下方，终于摆脱那个鬼地方了。我挖穿岩石落到下界的地面，没想到冤家路窄，猎人刚好就在不远处打猎，吓得我赶紧使出奥义逃遁，从50米的高空跳下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。可很快猎人就追了上来，他们不断地向我射箭，好在我走位足够灵活。接着我再次从悬崖一跃而下，落地瞬间其上遇足兽，身后的猎人一阵惊呼，他们不愿冒险，选择走楼梯下来，这就给我留出了挖洞藏身的时间。猎人已经过去了，趁此机会我赶紧开刃，但可惜还是被猎人发现了。我正要发足狂奔，可他却叫住了我。蛇哥表示他不会杀我，只要我跟着他走一趟就行。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，我还是打算跟着他试试。可来到主世界还没走多远，我就又中了陷阱。好在最后被干草块接住了，猎人居然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这可给我气坏了。我现在位于基岩下方117米处，让我试试能不能搭高上去，估计有点悬，但我别无办法。很快我就将所有方块用完，可我距离基岩依旧有着32米的高度。让我想一想，服务器创建于1.17版本，但是现在是1.19版本。有了，我有办法了，在极远处一定会有一堵墙。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去往那里，先把工作台放好，制作出一个末影箱。我的末影箱里有一些红石材料，我可以用它们来做一个飞行器。很快飞行器搭建完毕，我打掉2头的方块，开始扬帆起航。我的视野内只有漫天星辰以及头顶一望无际的基岩层。1个小时后，我看到了一堵墙，终于抵达这里了。这堵墙是1.19版本的产物。我开始着手向上挖，又历经1个小时，头顶是一块木板，那里居然有玩家标签。我隐隐感到不妙，不会吧？我误打误撞挖到了猎人基地，看来我的耗资带导航啊！我想离开这里，但我的身后只有玻璃，破窗而出的动静绝对会吸引来猎人，只能徐徐图之了。先上楼看看吧，楼上好像没有猎人，居然没发现他，好在他也没看到我。等等，猎人在上面做什么呢？只能看到他浑身都是箭头，好像在做人体实验。很快我就懂了，猎人正在用服务器 bug 来强化生命值上限，每射一箭就会增加2颗星。我终于明白他们是怎么成为服务器最强阵营的，原来是靠着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啊！我得想办法试一长技以制夷。我找到服务器的拍卖行，决定用这里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这样我就有机会使用那台机器成为最强大的人了。我要在这里召开一场拍卖会，将猎人们都引过来。而我的拍卖对象就是我的小号，他有着和大号一样的皮肤和昵称。我要拍卖小号给他们当1周的奴隶，到时他们都聚在这里，我就去捣鼓那台机器。计划就是这样。
半小时后拍卖会开启，你们有人愿意花10颗钻石买我做1周的奴隶吗？当然，价高者优先。我出15颗，我出20颗，112颗。很好，他们现在的注意力都在小号身上。我回到猎人基地这里，发现房子里依旧还有一位猎人，这可不太好啊，只能找机会去开机器了。在他发现我之前，获取尽可能多的红心。我出130颗，我去，这么多，我该怎么过去呢？哎嘿，他走开了，他走一步我就趁机溜一步。快快快，我要上楼了！在2楼的箱子里，我找到超多 TNT 以及一身的护甲，133颗。别叫了，我出150颗。停，大家别吵了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大家一起买不就行了吗？对啊，这个点子好。猎人怎么也来到了2楼，我得赶紧去3楼了，让我看看这台机器是什么构造。身为红石大师，我居然看不真切，让我启动机器试试看。随着红石块的活塞运动，发射器不断的朝我身上射箭，每一箭都有50%的概率增加我的生命值。大家难道没发现它一直都不动吗？对了，你不说我都没注意，只顾着抬价了。猎人一拥而上，将我的小号处决。发射器里不是普通的箭矢。此时基地的猎人也发现了不对劲，眼见他要上楼，我赶紧关闭机器，随后躲在树干后面。可我浑身箭矢，猎人怎能不发现？树后面是刺猬吗？完了，我暴露了，只能杀人灭口了。我开始嘲讽起猎人，企图激怒他向我进攻。他果然上当了，我装作不敌的样子，实则是在试探他。据我所知，猎人强化生命值只能给有攻击的人。不久前，蛇哥因为困住我而得到生命值奖励，希望这个奖励不是很多。我和他展开一场真男人1v1贴身肉搏战，最终将他完败。此时，猎人们收到蛇哥阵亡的消息，直接放下一切，火速集结奔赴基地。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我包里还有384块 TNT， 希望能在他们赶来之前布置完毕。我将80%的 TNT 都布置在2楼，在1楼隐蔽的地方布置20%，准备就绪。我听到猎人的脚步声，直接冲到门口给他们当头一棒。随后我走进房间里随意点火，最后我跑到提前打碎的窗户边，反手堵死，然后跳下。300多块 TNT 瞬间爆炸，一刹那间就将房子夷为平地。猎人尽数被我超度，我的功德直接拉满。经过2天半的追捕，猎人不但将我团团围住，还将我扔进流沙之中，留我自生自灭。我能感到自己的身体在不断下沉，保持冷静，看看我能做什么。先做一个工作台出来，接着做一些木棍，将木板放在工作台旁，我再做出3节木梯，然后我就可以爬到木板上了。好险好险，总算没有性命之忧了。可是我该怎么逃出这里呢？我可以尝试用木板垫过去，但5块木板我觉得不太够。如果我不小心掉入流沙中，就只能等死了。我有一个冒险的想法，不知道万能小船能不能派上用场。做出小船，挖掉工作台，可惜它弃我而去了。这个方向应该是距离陆地最近的了。我要用小船划出流沙，一个箭步跃起，落地接小船。可我没想到船直接沉下去了，但我好像依旧可以划船前进，这可真是太棒了。你小子想去哪呀？猎人一箭将我从船上击落，看了眼背包，我先将树苗种在岸上，将骨头研磨成粉，撒在树苗上，再倒出1桶水，慢慢靠近水流，借助水流的作用，我回到陆地。真不敢相信我成功了。突然我被人踹了一脚，直接坠入一处深坑里。猎人扔给我一组熟牛排，不用客气，这是从你基地拿的，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穿过这里。我的天，猎人又整这一死处。依据他们的尿性，1分钟过后，这里不是被灌满岩浆，就是被炸为废墟。好在这一关考验的是跑酷能力，这可是我最拿手的部分。毕竟我有着2年半的逃生经验，可我依旧不敢大意，因为机会只有一次，掉下去神仙也难救。仔细观察眼前的这2个活塞，先开下面的，再开上面的，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来到左侧的活板门这里，第一个可以直接跳，第2个好像可以展开。对，就是这样，直接一鼓作气冲过这里。现在离出口很近了，接下来要去的应该是下面的那个方块，然后是那个 L 型的，剩下的就很简单了。先是跳到上面的方块，再顺势跳到下一块，只有12秒的时间了，得赶快。在最后关头我不再停留，也显示出了我的真正实力。终于通关了，猎人闹哥就在上面等着我，一看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。果不其然，他让我去猎人基地借把附魔钻师傅来，竟会给我出现难题。不去的话他肯定要办我，去了的话被人发现依旧要完蛋。但我实在没得选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来到这里。猎人都在上面的楼层，我顺带着借走一点我需要的物资。1楼没东西了，我得上楼了。一上来就吓我一跳，还好他正忙着检查箱子。我埋着头踮着脚缓缓前行，沿着楼梯我来到3楼，这里几乎是空的，只能继续上楼了。4楼窗户上有人在看风景，真想一脚给他踹下去。我悄悄地打开箱子，发现一柄附魔钻师傅。猎人好像要回头了，我赶紧打碎玻璃，来到4楼的阳台上。还好他下去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从阳台下去，我可能会直接狗带，只能通过走楼梯了。来到2楼，猎人正在楼梯处向下观望，我只好先躲在楼梯后面。下一秒他就飞快地奔向3楼，我的运气是真好啊！1楼还有1人，我扒着楼梯悄悄观察，发现他在赏画，我赶紧下了楼梯朝门外走去。可闹哥却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只见他打开机关，我就做起了自由落体运动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兄弟们快来看小丑，笑死我了，哈哈！真以为我们不知道是吧？
这次把你关在我们的地牢里，时时刻刻监管你，谅你是插翅也难逃。嘿嘿，不理会猎人的嘲笑，我开始着手清理碍眼的蜘蛛网，然后继续收集一些木板。我想挖洞逃跑，可我发现木板后面都是黑曜石，毫无疑问，这里是个被包装的黑曜石监狱。我刚刚从他们的基地里借来一颗末影珍珠，或许可以用它来逃出去。对准下面的小洞，3、2、1，扔出去！我的天啊，我真是个大的蠢蛋，这么好的机会就这样被我浪费了。让我想想有没有办法了。先把工作台放置好，将这些蜘蛛网都收集起来。余光瞥到猎人在偷窥，我直接冲过去给他几个大比斗，随后继续收集蜘蛛网。现在我有13根细线，在工作台做出3块羊毛块，然后再制作一张床，这下我就有办法出来了。趁着猎人在打哈哈，我悄悄地放置小床，然后直接睡上去，接着迅速起身。眼疾手快的猎人已经扑了上来，我赶紧飞一般往通道逃去。我迅速乘坐水梯朝上面游去，顺便在管道里放个工作台，恶心他们一下。这个管道怎么这么长？这是去往哪里的？2分钟后终于抵达出口，只见旁边摆放着2只箱子，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宝贝，不拿白不拿。随后我将 TNT 放在管道口点燃，这是我给猎人准备的小礼物，他们一定会开心到爆炸，哈哈。不见有动静，我去开另一个箱子，乖乖更加不得了了。突然身后响起一个声音，现在只有我们2个了。我赶紧穿上钻石套装，并用言语稳住他，防止他偷袭。闹哥居然又要让我帮他做事，闻言我头也不回的就跑了。这个人最是2面3刀，没一句话能信的。他把我逼急了，我就用斧子劈他。随后我们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交战，离我远点，不要再来烦我。我试图用 TNT 将他劝退，可这个人跟狗皮膏药一样。最气的是我还打不过他，我只能不断的尝试点燃 TNT， 好让他知难而退。当我吃下牛排补充好状态后，他居然怂了，看来他一直在虚张声势啊。我正打算了结了他，可其他猎人这时已经通过水梯上来了，估计今天是没法讨到便宜了，说不定我还得被留在这。我只好通过窗户一跃而下，在空中准备好水桶，表演一波完美的落地水。拜拜，我要跑了。3分钟后猎人追了上来，我赶紧一头钻进面前的矿洞里，提前挖掉一些原石，布置铁轨和 TNT 矿车。随后我站远一点等待猎人靠近，他们一靠近我就射箭引爆 TNT， 连环爆炸直接送走一位猎人。其他猎人开始犹豫起来，我趁此机会继续向下面逃去，然后向上挖洞，垫着 TNT 来到上面，挖出一块供我落脚的地方，回头点燃 TNT， 继续向头顶挖，把自己搭高垫上去。这次的爆炸又带走了一位猎人，还顺势打乱了他们的阵型。趁此机会我赶紧逃回猎人基地这里，我只有最多10分钟的时间，得赶紧布置个陷阱。在1楼的箱子里我找到大量红石材料，让我想想在哪做陷阱呢？就在这里吧。我发现了闹哥坑我的陷阱，越想越气，我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我在书架2侧布置启动装置，陷阱的核心部分是坑里的流沙，流沙准备好了，我得再搞点伪装。一切准备完毕，猎人此时也找上门来。现在你没地方逃了吧？快说你想怎么死，我们给你个痛快的。说罢他们就开始动手了，我赶紧转身启动机关，猎人们瞬间就全身没入流沙之中。好险，我也就差一口气了。猎人可以赢无数次，我只需要赢1次就够了。